各位好，今天我们来聊传输或还原，直接上演示同样在设置当中我们选通用，然后直接滑到最下面，倒数第二个之前呢是没有关机的顺便说一句现在呢这里直接出现了一个关机，你直接点这儿就可以用来关机了。那你说为什么设置这么一个好奇怪的功能我关机不会用这个正常的按钮进行关机吗？其实是有它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 Apple Store 就非常能够体会到它的作用。如果你的关机按钮坏了呢，那你的手机怎么关机那这个时候设置了它，你就可以直接，只要你的触控屏好用，就可以关机了多一种方式总是好的嘛。岔开了一个话题我们把关机也给讲掉了。然后看到关机的上面就是传输或还原。老版本的只有还原比如说恢复出厂设置。那现在新的版本增加了传输两个字，这个增加的其实是蛮有意味的，因为在早期的 iOS 版本当中当你购买了一个新的手机的时候，它是没有传输数据的功能的，你只能通过电脑或者 iCloud 进行传输。但是最近2年iOS 的这个在激活之前，就是新设备在激活之前，它都会主动的去通过蓝牙查找附近有没有老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哪怕是一个 iPad 它都会找到，然后在你的允许下把2个设备建立连接，然后直接点对点的把你老设备的所有的信息全部传输到新设备当中。这样当你的手机激活完成进入到系统之后，你看到的所有内容将会跟你的旧的设备完全一致。所以为了提示大家 iOS 有了这么一个方便的功能，就把传输2个字也加进去了，所以它这叫传输或还原。我们把这个点开之后，然后你就会看到上面最大的这一片就是为这个新功能来打造的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了为新 iPhone 做准备，确保所有内容已准备好传输至新 iPhone， 即便你当前没有足够的 iCloud 空间进行备份。说的很明确了也就是说哪怕你是 iCloud 的免费用户，但是你想买一个新 iPhone， 只要你的这个旧手机还没有坏，你就可以点现在开始，然后它会有一个向导你跟着它去操作就可以了。那一定是要求你的新手机已经点亮并且在旁边的情况下你说我新手机还没买，那这个就你当没看见当没看见就好了。那除了换新手机你要传输数据以外呢，对于旧手机的一些比如说故障排查或者很多时候我就是想把它还原卖掉那这个呢你就需要点这个下面2个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还原，一个叫抹掉所有内容跟设置，这2个单独分开了。所谓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这一项，所谓这一项它就是我们这个一般所讲的恢复出厂设置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不是恢复出厂设置，因为你此时此刻的 iPhone 大概率上不是出厂的时候的那个系统版本，你随着用过一段时间，你一定会系统版本升级嘛，所以它其实是恢复到你目前的这个系统的初始状态。所以出厂自带的那些 Apple 原生 App 都会被抹掉的，只有系统自带了所以它的名字其实写的是正确的并不是恢复到出厂状态，它是使得抹掉此 iPhone。但虽然不是出厂状态，但是那个意思跟我们之前说的恢复到出厂状态，它是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意思这个不太会错。好，那还原又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一看还原，那抹掉所有的内置还原这2个哪个更厉害？好像还原更厉害吧？还原让人感觉就是洗脑了，完全失去记忆了，回到婴儿初期是吧？就这种感觉。但其实不是，最厉害的就是抹掉所有内容跟设置，而还原你可以大胆的点一下，然后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它其实是为了排查故障去还原我们系统当中的一些
子项目吧，我这么说，你其实现在都可以看到，比如说还原所有的设置，很多设置我为了研究手机都弄乱了，那我想把它还原到一个出厂的默认状态，那这里有的。那有些时候我发现网络不通，在我们很多时候在解决网络故障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还原网络设置。这个不一定是你弄坏的，也有可能是系统运行时间长了之后，它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往往还原一下就能解决。那么还原键盘词典呢，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输入法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也可以先试试还原键盘词典。那还原主屏幕布局，我前一段时间就刚用过，就是你的主屏幕你觉得太乱了，我要重新开始。就比如说你之前没有听我的这个瓜子泡茶系列，这回听了我的这个第4季的内容，你觉得哎呀，这个 App 资源库啊，加上这个负一屏，加上这个小组件跟下拉搜索，这太好用了。我之前那个文件夹我就完全不想要了。最方便的怎么办？就是还原主屏幕布局。但是如果你是新版本的话，大概率上你还原之后，它主屏幕的 App 是按照音序排列的，就是从 A 到 Z 啊，不是按照下载顺序，也不是按照颜色排列。这个我估计是跟系统版本有关系的，可能老一些的系统是按照下载顺序，也不一定啊。那最后一个还原位置与隐私，如果你这个还原完了之后，那么就会变成什么？你每次打开一个 App 的时候，不是都会问你吗？就是有些，比如说你打开相机啊、打开什么，就问你是不是允许相机访问你的位置，就类似于这种。如果你把那个还原了，它会再重新问你一次，就是你的隐私设置会在一部分进行还原。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想要聊的传输和还原当中的一些内容。日常的使用当中基本上是用不到的啊。今天这期内容，要么是你买了新的手机，要么呢就是你的手机可能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那有些时候在不删除数据的情况下，你想自己先去排查一下，可以用这些方法去进行排查。当然，如果你说我所有的手机都有做了 iCloud 云备份，那你可以随时还原，就是抹掉所有内容跟设置，所谓的还原到出厂状态，然后你在 iCloud 这个备份恢复一下就可以了。那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啊，如果你是想这个买一个新手机，把旧手机的内容传到新手机上，这个时候一定要确保你在使用旧手机的过程当中，这个旧手机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如果这个旧手机已经有一些系统故障了，就是甭管什么故障，说得清的说不清的，那么你都不要使用传输这个功能。大概率上，如果你用了它是系统故障的话，这个故障也会被传输到你的新手机上，这就失去了一些意义了嘛。那这个是一个小提醒啊，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这期节目呢，你可以听完之后呢，把它保存好，下次自己换新手机的时候再来翻出来看一看，或者是手机有问题需要进行一些还原或者重置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做一下参考。有任何想说的，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